想要空手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已尽，自然是我父亲教我的。当年我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打败你的？ 剑气响惊雷！一道剑气响惊雷！你想不拔剑胜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 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 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幸得见了。哼，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钟岳安呐。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云天。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我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彦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。 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剑山岳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。 问武堂大长老之位，就该换人了。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这是鹤羽剑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在我年幼之时。 也曾对天下无剑城的威名十分敬仰，只可惜偌大一个门派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间，确实可惜可叹。今日在此得见无剑城的少主，实乃我辈之幸。阁下为何不能同我到无双城当中小叙一番？你我二人又为何要在此拔剑相向呢？当年无双城被称为天下武艺。 此地无双，可我父亲却称
若论剑术，他才是天下无双。二者之间一直没能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今日来此，是完成我父亲当年的一个遗愿。天下谁又不知道，如今的无双城在剑道之上，早就没有资格提这无双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剑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亲正道。遂宋城主，请赐教吧。听此人所言，当年无剑城的覆灭与无双城脱不了关系，便只能一战。若我胜了，天下无剑城重现，会在江湖上掀起一阵小波澜；若我败了，天下无双城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四城了。不该下来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颜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一天一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无剑城的剑要胜过你无双城。无剑城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无剑城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。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玉洛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，如何？好，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
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无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杀人剑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
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一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！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！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！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直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剑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
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遇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或许真正的复仇，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。师父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父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样的呀，颜回。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，你是天生便为剑所生的人。可我时常后悔，是不是我给了你太多的压力，让你无法跟他们一般自在？剑心之上便没有他们
纯粹。你不该跟他约战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该跟他约战，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必太过激动。你别忘了，徒儿还有一招绝技尚未施出。你是说枯荣剑法？你糊涂啊！那你也会死。会死，但不会输。以我之死，成全无双城的气节，是我这个城主应该有的职责。你那徒弟能开启无双剑匣，是不是可以让他？师父，无双年纪尚轻啊，做师父的总应该走在徒儿前头。你也是这么对我的，而且我不希望无双再经历我走过的老路，我希望他有自己的选择。至于无双城的未来，就交给他们年轻那一代吧。好，很好，便依你的吧。我这一生做的都是些错事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。哟，看样子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你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？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，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任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，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？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，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，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的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
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奶奶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维。啊，您可以买卓越安赢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；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，赢的比较多？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圣无双城大弟子，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啊，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不是呀，真的是没听说这人不见面回的名牌。就是老成子的更厉害，卓然更有，这我压他了。他一直知道我在看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认出我来了。您的大骨汤饼慢慢用啊！大骨汤饼，大骨汤饼啊！看这个孩子，是啊，咱们没到哪里，你要饿肚子，盛在这儿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4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，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好什么呀？
这位兄台，发生何事了？无双城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安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哼哼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自己去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子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，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程，
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。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锦伞的味道越来越浓了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锦伞之毒。好嘞。走。下毒？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去。这。花锦伞。先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锦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竹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越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
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徒，传剑山月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月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月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傅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傅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吧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浩元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傅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区无双城的内乱。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。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
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五毒阵，寻常呢是用来困住人的，五毒将人困在其中，随后释放毒物。这是我们温家不外传的秘法。神医如今反着使用，是用来隔绝这花毒的。没错。遍布全城的毒，闻所未闻。能用出此等毒术的，天底下只有3人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，就是温家家主温狐九。我舅舅的毒确实冠绝天下，往上看3代，往下看3代，都找不到像他这般天才的毒术大家。但他呢，却是雪月城的联盟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无双城的破事中。况且这里的毒，一看就是精心筹划多年。我舅舅他懒得很。这第2个人，应当来自唐门。没错，是唐门用毒第1人，唐灵皇。但唐门也是雪月城的联盟，而且这唐灵皇只喜欢用能杀死人的毒。他还曾说过，若是这毒不能将对手给毒死，那便不能称之为毒。他在这方面的执念可以称之为是魔障。那第3个人是谁？五毒门门主毒媚娘落烟蝶，只有他喜欢用这花香味的毒。他喜欢人在这温香暖玉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死去。这用毒之人都有这么变态的癖好？变不变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花尽散之毒只能让人功力暂失，却不能置人于死地，说明他们留有后手。如今这四怀城中，亦有不少高手混入，甚至有剑仙。卢玉宅是不愿意合作了？他说，他的底线是不伤害他的师傅，所以他收到那2封信之后，会告诉他师傅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及时接住那2封信，事关四怀城生死存亡，陆玉宅势必会告诉宋彦辉。刘云起已死，剑山月已退，如今的无双城只剩下一个宋彦辉，看来这城主之位也该换个人做做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无双城的新任城主应当是？自然是论武堂堂主剑无敌先生。我同你说过，我对城主之位没有兴趣。自然，到时候先生只管修剑。答应过你的无双剑匣，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。多谢殿下。先生是执迷于剑的人。世上凡有执迷者，若不悟，则一生被毁；若悟到，便腾云而起。先生此时出关，应当是有所悟。但寻一剑，早就为先生备下了。我会替你寻到那卓越安，让他为先生试剑。祝先生
剑登天。你和他一起去，兴许剑先生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是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家伙视剑如命，怎么到了真要对剑的时候就停住了？莫不是怕了那周远安？洛阳酒家，先生，可是想进去吹一杯酒啊？在西边有一座木梁城，木梁城里有一位孤剑仙，据说是5大剑仙中最强的那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洛青阳。啊？洛青阳很早就闭城不出了，这些年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剑仙交过手。你凭什么说他是第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。好厉害的剑气！不仅厉害，他剑气之中最特殊的，在其杀气。杀气之重，杀气之浓。这杀气之中，包含着愤怒的剑意，是我见过所有人之中排名第一的。你见过很多人吗？勉强见过些。无双城论武堂，剑无敌，幸会。无双城，很了不起吗？不过你的名字倒是挺有意思，剑无敌。哼哼，在我的面前，你敢称无敌？先生，此人到底是谁呀5大剑仙之中，他独占一个怒字，怒剑仙严战天，手持明剑破军。5大剑仙之中，他的杀戮之气是最重的，是个不错的对手。但好像他被花毒困在其中，他用自己的剑气勉强为自己震出了一片天地，但始终出不了这个9寺。哼，微末伎俩，也想困住我？再过2个时辰，这花毒便对于我再没有半点影响。到时候我提剑而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下去。好。对了，你是不是随身带着花剑散之毒的解药？我，不可！先生，你切勿因小失大呀！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了，咱们的计划很有可能付之东流。咱们还是先去找卓越安，啊！这剑无敌果然脑子有点问题。为了能和剑仙一战，拿解药给严战天这般疯狂的想法都出来了。
罢了。哼，既然不打，那就给我滚！哈哈哈哈！不必遗憾，总有一战那一天。这个大木头为何会出现在四怀城啊？你以为只来了一个吗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来了不止这一个高手？不，是来的不止一个剑仙。剑仙的事先不说，卓越庵就在前面那个院落里。你们高手之间对战，在下便不必观战了。您请。过来！谁呀？又是？这般强的极暗剑气，全天下只有2个人能做到。风雪剑不会来这儿，所以你是……我不会运气这么不好吧？为何你没有中毒？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因为你和下毒的人是一伙的。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有。那就立刻去死！等等！有。绿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。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笔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仙妻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萧勇的舅舅，而萧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苏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役，我就替你2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颈腹。